如果你去过西门町或者是北车，应该都会看过这种一整面墙的动漫广告。但你知道吗？在日本，这种动漫广告其实是言上常客，常常会引发物化女性的争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萌图广告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年底日本前国会议员尾石加奈子发出了一则推文，批评 JR 大阪站的这个动漫角色广告是具有性意味的女性插画。这个推文一出去马上就引发了大言上，许多网友都表示，这个广告明明就超正常的吧，完全搞不懂这样到底哪里色了，连这样子都不行，根本就是用女性主义的名义限制创作自由吧。但支持的人则认为这样子的图片确实符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故意在物化女性，因此呢，很支持尾石为女性权益发声。香香的动漫广告错了吗？为什么这些广告会在日本引起那么大的风波？所谓的物化女性到底要怎么判断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机械键盘的回馈感，但却总是找不到能够让你动心的设计吗？ Acto 之前推出的复古打字机键盘，在台湾的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5000台。这次他们全新推出了美感机械轴键盘，外观一样非常的复古又可爱，按键则升级成机械轴体，透过明确的力量回馈，可以让你的打字更快更精准。根据你喜欢的回馈力度，还有轻轴茶轴可以选择。如果你还在寻觅兼具实用与美感的键盘，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 Acto 新推出的美感机械轴键盘。即日起到9月30结账输入优惠码莎莎77就送双模式无线滑鼠哦。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产品资讯吧。尾石加奈子是前日本立宪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他自己呢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在任期内也一直都很关心女性跟 LGBT 权益。去年年底，尾石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贴出了4张车站广告的照片，照片内容呢是麻将手游《雀魂》跟漫画《天才麻将少女》合作的宣传广告。尾石的推文呢就批评说，2022年的日本呢，这种具有性意味的女性插画，竟然还能够大摇大摆的贴在车站的出口吗？这则推文一出立刻就烧了起来，许多网友都表示根本看不出到底哪里有问题啊，甚至呢有人反过来质疑尾石说，根本是你自己思想有问题才会觉得这些图有性意味吧。而事后呢 JRC 日本也表示天才麻将少女这一次的海报其实已经跟客户进行了多次的调整，也询问了女性员工的意见，有尽力的排除过度暴露以及会让人感到不快的元素。就这样子一场围绕着萌图广告的论战开始在日本社群拍打。那我们以下呢也整理出了3个主要的争议点，分别来看看他们在吵些什么。在这一次的争议里面呢，有不少人都认为说，广告里的角色都包得好好的，到底哪里看到有性意味？如果角色穿个泳装都不行，那这样子以后大家还能够去游泳吗？也有人认为尾石这样就觉得太暴露不行张贴，根本呢就是上个世代的保守派，是在压抑性的多样性，只会让社会变得更加的倒退。面对这样的质疑，尾石这边就贴出了社会学家小宫有根的文章作为反击。小宫有根认为是否性化女性，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色不色情或者是裸不裸露，关键在于说这些图片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是不是有在压抑女性的主体性。这个好像有点抽象。举例来说呢，一些经典的性化呈现手法会在构图上面故意去强调女性的胸部，然后切掉女性的脸部，这就会让观众的视觉焦点呢全部放在性部位，而不是这个女性本身身上。小宫认为呢，在这样子的构图当中，能够表达女性的情绪跟人格特质的脸部被省略掉了，反而是用性部位用各种不自然的凹凸跟阴影去加强，这就等于是在暗示呢，女性的价值只来自于这些性部位，形成了性化女性的疑虑。不过针对这样子的论点，有网友呢就质疑这样子的判断标准实在太主观了，性化的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到底是谁有权利决定这个标准？谁可以决定一张图又没有性化女性呢？而且从这里还延伸出了另外一种，有人认为呢，就算这一次的图像确实有性化的疑虑，政治也不应该去限制创作者的创作自由。
支持蒙图广告的网友认为，政治家动不动就因为自己的主意见去限制蒙图广告的露出，根本就是在妨害创作者的创作自由。他们表示，像这样的广告能够出现在车站这种公共场所，反而是一种自由的象征。表示说，作品都不会被国家还有政治人物给随随便便的禁掉，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过，针对这一点，韦石其实有回应说，他对作品本身跟喜欢这些作品的人其实都没有意见。他自己的推文里面也没有去提到要去限制这些作品。对他来说，用法律对广告进行限制，确实应该要非常谨慎。而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家小龚也认同说，决定一张图片是否过于性化，确实是很主观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女权主义者都认同说，与其用法律去限制这样的创作，更好的方法应该是更常去讨论这些作品有没有问题，才能够在这里逐步的建立起共识，进而改变日本社会的女性歧视。也就是说，其实无论是支持这个广告的人，还是反对这个广告的人，都认为创作自由很重要，不应该轻易的被公权力去介入。所以呢，两者在创作自由这点上面并没有冲突。不过问题就来了，大家虽然都不反对蒙图广告的存在，但是对于这种广告应不应该在车站出现，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战场。在这次的争议当中呢，韦石的主要反对点之一就是让这种广告出现在公共空间，将会造成环境型骚扰。什么是环境型骚扰呢？简单来说，环境型骚扰指的是用一些有性意味的举动去骚扰员工，让他们的工作环境变得很不愉快，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能力。这个词比较常用来解释职场性骚扰，但后来呢，也常常会有人把这个概念拿来批评蒙图广告。像是之前日本红十字会跟日常系的漫画《与其学妹想要玩》合作的捐血广告，就被律师太田启子形容为是环境型性骚扰。他们的论点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自由，想要创作跟欣赏色色的东西当然没有关系，可是这些作品呢，应该要让想要的人呢自己去找来看就好。现在这些带有性意味的广告呢，被张贴在公共场所，等于是强迫那些不想看到的人也要一直看到，形成了环境骚扰。比方说，一个本来就很担心会被痴汉骚扰的女性，在每天通勤的车站看到这些强调女性性吸引力的广告，可能呢就会更意识到自己被当成是性观赏的对象，而感到更加的不安。另外，也有支持韦石的网友贴出了一篇美国心理协会的报告。这篇广告指出呢，现在的广告商品还有媒体当中充斥着大量的女性性感图像，其实会对于女性儿童的认知功能跟身心健康都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现在这种广告张贴在人流量超多的车站，不论男女老少都可能会接触到，所涉及的层面非常的广泛，应该要更仔细的衡量这些广告的危害。但是反过来另外一派的人呢，就认为说，政府不应该为了某部分人的感受，排除公共空间当中的特定广告。一名叫做平玉介的律师呢表示从过往的宪法判例来看，公共空间有的时候会像是公共论坛一样，提供一个让人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那为了要保障大家在这些公开场合表达意见的自由，在这地方可以表达什么的自由，应该要大于不想看什么的自由。好像有点抽象。举例来说呢，今天如果有人想要主张自己的自由，在车站张贴一个支持 LGBT 权益的广告，这个时候当然也有一些不喜欢 LGBT 的人会跳出来主张说自己有不想看到这些广告的自由。但我们不应该呢，因为有这些反对的声音就去把广告给撤掉，因为这样可能就会影响 LGBT 族群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权利。因此平玉介认为就算不是用法律，如果只是因为一部分人的看法，就用舆论压力想要把某种广告形式从公共空间禁掉，也可能会违反保护少数族群人群的精神。而针对平玉介这类的论点也有反驳认为，如果是为了要保护弱势族群，那更不应该太过扩张可以表达什么的自由。以蒙图广告的案例来说，维护性化广告的权益反而是在支持压迫者，对已经是弱势的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看完这一次争论的资料，我们觉得其实整个论战最困难的地方，是因为一张图片有没有物化女性，会涉及到很多主观判断的部分，也因为每个人的主观看法不同，这个界限会变得非常的模糊，很难说死这样就是性化，那样就不算性化。那就算真的有这么一条线存在，那也可能会大幅的限缩创作自由的幅度，让创作者变得绑手绑脚。不过我们认为这更凸显了公共讨论的重要性。透过不停的争论还有思考，我们才有办法让很多已经不自觉的歧视现出原形，慢慢的找到那条界限在哪里。
比如说以前的卖日用品啊，或者是家电的广告，很常会去复制妻子洗碗做家事、丈夫翘脚看报纸的这种刻板印象。但是经过长期的讨论跟思考，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程度的共识觉得这种广告有点不 OK。后来呢，同类型的广告主角也开始出现年轻男性啊、中年爸爸、同志等等不同角色，进一步的丰富了广告的创意可能性。这或许就是讨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在影片的最后，也想要跟大家讨论看看，你觉得这一次事件的广告有性化女性吗？有吧，又吃冰棒又穿兔女郎装，并没有吧，这种广告根本超健康好吗？所以不知道，我觉得有点踩线，但如果这样子不太 OK， 好像又太严格了。对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蒙图广告争议。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萝莉争议以及日本地下偶像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